Bonjour, je m'appelle Cassandre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非常经典的法式美味 Tarte tatin 翻转苹果塔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柠檬汁15克，焦糖用的无盐奶油25克，焦糖用的砂糖110克，中筋面粉90克，冰水30克，盐2克，塔皮用的冰冻无盐奶油75克，苹果去皮去核后的纯果肉760克。先来处理苹果。苹果去皮去核后切成8瓣。这个食谱需要约760克的苹果果肉。平底锅中加入110克的砂糖和20克的水。以中火加热，煮焦糖的过程中，可以轻摇锅子让它均匀，但不要用锅铲翻搅。一旦焦糖开始变色，转中小火继续煮。轻轻转动锅子，让颜色均匀。变成稍深的琥珀色后，就立即关火。加入25克的奶油，持续搅动，直到均匀浓稠的质地。加入苹果以及柠檬汁，
重新以中火加热。一开始焦糖会结块，这是正常的，不用惊慌，它会慢慢融化。轻轻翻搅，让苹果都沾上焦糖。煮到沸腾，所有焦糖都溶解后，转中小火，继续再煮20到25分钟。过程中偶尔翻动一下，让苹果都能够均匀地浸润到焦糖，但不要一直翻搅。煮到苹果变色变软，汁水变少变浓稠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次使用的烤模，直径为15公分，高度5公分，不要用活动模。把苹果铺进烤模里。尽可能的塞紧压平。最后把剩余的焦糖倒入。盖上锡箔纸，戳几个小洞，烤箱预热180度 C， 先烘烤15分钟。移除锡箔纸后，再继续烤35分钟。出炉后，再次压平压紧，然后完全放凉，送入冰箱冷藏最少3个小时。先将面粉过筛，
加入盐，把面粉和盐充分搅匀。奶油要冰冻的，同时切成小丁状。捣到像这样的沙粒状，加入冰水，再慢慢的搅打成团。简单随意的稍微整形。送入冰箱冷藏最少30分钟。塔皮裁成约7寸的圆片大小。厚度约0.4到0.5公分左右。用叉子在塔皮上戳洞，烤箱预热180度 C， 烘烤30到35分钟。起锅热水，水不用太深，约1公分左右。把烤模放在热水中约30秒，让底部融化，比较好脱模。把塔皮覆盖上去，然后倒扣脱模。
翻转苹果塔是一道很传统又很经典的法式甜点，它的组成元素很简单，就是焦糖苹果跟塔皮。那所有的材料也都是很容易取得的，那做法也不难，也不需要太高深的技巧，就是会比较花时间，但出来成品不管是口感或风味都相当令人惊艳。像是酸甜软糯又富含口感的苹果内馅，加上微苦香甜的太妃焦糖，搭配咸咸酥酥的饼皮，整体的味道非常有层次。那这个翻转苹果塔有一个很可爱的由来，据说最早发明这个甜点的是塔丁姐妹。那原本是要烤苹果塔，那忙乱之中呢，她忘记准备塔皮了，那就先把苹果塞进模具里烤。那为了弥补这个错误呢，她最后再将塔皮覆盖在苹果上面继续烤，没想到却意外的好吃。那这也是这个糕点的法文叫做 tarte tatin 的塔丁塔的原因。那不过有一说，这只是一个行销故事，因为在当地据说很早之前呢，它就有类似的翻转水果塔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都不影响这个塔的美味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制作这道翻转苹果塔要留意的小地方。首先是苹果的部分，翻转苹果塔要好吃，最主要的关键就在苹果。那苹果一定要挑选酸酸甜甜又很脆的品种，如果太甜，出来味道会比较平，而且会显得甜腻。如果不脆的苹果或面面的，就是台语讲的桑桑，那这样烤出来的苹果呢，会比较软烂，口感不好。那我们这次用的是日本的富士苹果，出来的效果蛮不错的，它尝起来就是甜中带酸，又非常的脆口。那在炖煮苹果的时候呢，不要把苹果煮得太烂，有些苹果的含水量很高，那会出很多水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都要煮到焦糖汁变少变浓稠。那如果汁水太多，一方面会影响口感，那二方面是你翻转之后呢，它比较不容易定型。最后是塔皮的部分，传统上是使用千层酥皮，不过千层酥皮做起来非常的花时间，然后难度也比较高，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甜点店呢，都改用甜酥皮或者是咸酥皮来替代。那我们这次使用的是咸酥皮。这个酥皮因为没有加糖，所以出炉的时候呢，它的上色不是很明显，看起来有点白白的，就在边缘会有一点浅浅的上色，那这是正常的。那这个酥皮非常好吃哦，裁切下来的面团可以烤成饼干大小，那你可以直接吃，或者是抹一点果酱，或者是加上一些那个鲔鱼沙拉酱，味道也很棒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Gaston， 别忘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IG Instagram， 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